2010年9月10号，28岁的女孩高霞在安徽合肥一所民营医院做处女膜修补术时，因医生使用麻醉药过量致死，成为全国首例因修补处女膜致死的医疗事故。事发后，在相关部门的介入和关注下，医院赔偿了死者家属45万元。然而，再多的钱财也无法抚平高霞家人的惊天之痛。因为还有20天，已订婚的高霞就要披上婚纱做新娘了。是怎样迫切的原因让她瞒着家人在新婚之前偷偷的去做修补手术呢？她的悲剧又给人怎样的思考与警醒？今天我要给各位讲述这样的故事：待嫁新娘殒命手术台。一直以来，在家人和朋友的眼中，28岁的高霞都是一位自立懂事的女孩。高霞出生在河南农村，父亲高宝林曾在村里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回家和母亲张兰芝一起务农。高霞是家中的长女，下面还有2个弟弟。3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开支已经让高宝林夫妇不堪重负，再加上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1995年，高霞小学毕业，高宝林远嫁安徽亳州的小妹，将高霞接到亳州读书。2002年，高霞拿到了安徽中奥职业技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家人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梦想，大学4年，高霞半工半读，分外努力。她的勤奋和质朴也打动了和她在同校学习而且家庭环境相似的王明海。王明海也是河南人，比高霞大1岁。因为这份渊源，比高霞早1年进大学的王明海给了高霞很多帮助，但高霞却拒绝了王明海的求爱。虽然被拒绝，王明海却并没有死心。比高霞早1年毕业后，王明海在合肥找了份工作，第1个月拿了工资，他就来学校请高霞和高霞的好友胡小蝶等人吃饭，还拿了500元钱递给高霞，说以后每个月都由他来资助他，可以减轻他父母的压力。出乎意料的是，高霞没有收。胡小蝶等同学还笑得傻，高霞却有自己的顾虑。一方面，王明海性格倔强，做男女朋友太强势；另一方面，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2个出身清贫又无依无靠的人在城市里生活，肯定会非常艰辛。但他并没有想到，与王明海这段在他眼里与爱情丝毫不沾边的感情，会给自己的人生埋下悲剧的诱因。2006年，高霞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私营服装公司，与温州人李明相识。李明的成熟与体贴很快俘获了高霞的芳心，相识不到2个月，情窦初开的高霞就开始与李明同居。对于他的这个举动，胡小蝶很是吃惊，他认为他们该多交往一段时间再做定夺。但高霞已被爱情冲昏了头，并说李明也承诺说2人在一起后会帮他家里还债，帮助父母脱贫致富。高霞不管不顾地投入到自己的新感情中。得知情况，一直苦等他回心转意的王明海气愤难平。有一次喝醉酒，他打电话讥讽高霞为钱卖身，将来必然像他抛弃自己一样被人抛弃。高霞并没有把王明海的话放在心上。同居半年后，李明又有了新女友，与高霞分手。高霞伤心不已，辞职回到河南，休息10天后再回到合肥。经过这次感情的伤痛，高霞像变了个人似的，疯狂的工作。她先在一家公司做服装设计师助理，上班1个月后，她又开始给自己加码，下班后带着盒饭到合肥市最繁华的地段摆地摊卖衣服，3小时后收工，再赶到一家饭店洗碗。后来饭店老板见他聪明能干，便介绍他到饭店2楼的酒吧里当了服务员，这样一直要干到第2天凌晨1、2点。胡小蝶心疼地看着好友，他知道与李明的感情经历已经成为高霞心中无法面对和抹去的阴影。果真，此后3、4年时间，
高霞都没有再触及感情。1年后，高霞凭借着自己每月苦挣苦扒的5、6千元血汗钱，帮父母还了3万多元的债务。2008年初，他辞去公司工作，与另一位好友万丽丽一起凑了5万多元，在合肥市白马服装城做服装生意。这时，高霞靠着自己的努力，每月能挣到近万元。高霞成了父母的骄傲，提起他，父亲高宝林话语里满是自豪：我们家小霞1年的收入比我几年的钱都多。但有好事者议论，一个杂牌大学生什么工作1个月能挣这么多钱？莫不是在外当了小姐，做了二奶？这些闲言碎语越传越离谱，传到后来父母都有所怀疑了。高霞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一天打3份工而心疼，只说了自己和朋友合伙做服装生意。转眼到了2010年春节，高霞回家过年时，父母愁眉不展地问高霞：村里和你同龄的都有孩子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又急着给他张罗了对象。高霞看父母着实着急，考虑到自己年纪也不小，就含糊着答应下来。2010年3月，父亲通知高霞回来相亲，而且下了死命令：这次你必须回来一趟，否则我和你妈就来合肥找你。高霞把生意托付给万丽丽照料，匆匆赶回去。这次的相亲对象名叫毕小贵，与高霞同岁，在某部队中任中尉副连长。毕小贵的表姐家与高家是邻居，平时关系不错，见毕小贵还没有女朋友，就给他介绍了高霞。就这样，在父母和毕小贵表姐的安排下，高霞与毕小贵见面了。本来两人对相亲都没抱多少希望，但第2天两人见面后，彼此竟都比较中意。因为第1次见面感觉不错，回合肥后，高霞继续与毕小贵保持联系。毕小贵在部队也不能随意外出，两人就只有靠电话短信来交流。两人的鸿雁传书扣开了高霞尘封了3、4年的感情。王明海很快知道高霞相亲的事情，找到高霞问情况。这么多年，因为两人是同乡，又同在合肥，逢年过节时常一起回家。王明海见高霞一直没有男友，多年也没找女友，哪知等来等去，竟等来高霞的相亲。高霞非常无辜，他认为两人不是情人也可以是朋友，也提醒过他不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让他有好女孩赶紧抓住。可无论高霞怎么解释，王明海还是无法释然，要么独自喝酒买醉，要么不停地给高霞打手机。这样的骚扰让高霞不胜其烦，决定与王明海来个彻底了断。担心王明海再纠缠，他还拉着万丽丽一起前往。那天，万丽丽陪着高霞去见王明海，百般开导后，王明海答应不再纠缠高霞。可分手前，王明海说有些话想单独和高霞讲，高霞便让万丽丽先回去，自己独自与王明海散步。可王明海突然转身抱住她，要强吻她。高霞吓坏了，奋力挣脱跑掉。几分钟以后，他就收到了王明海发来的短信：我不会让5年的守候白白浪费。王明海的威胁着实让高霞很担忧啊，不知性格倔强的他会干出什么事情。而且这种担忧伴着他与毕小贵接触的深入，变得更加强烈。万丽丽则不以为然，说她也没有什么把柄在王明海手里，唯一的事情就是过去与李明的感情，只要和毕小贵说清楚就行了。但高霞一直犹豫着没有开口，她怕自己主动提及，反而会让毕小贵疑虑。不久，感情发展良好的高霞和毕小贵在高霞老家举行订婚仪式。那天，两人在高霞的老家摆了喜酒，席间大家纷纷敬酒祝福高霞和毕小贵。得知情况，王明海气恼地给毕小贵打电话说：我一直喜欢高霞，可他眼里只有钱，希望他不会给你戴绿帽子。王明海的话无异于平地惊雷啊！毕小贵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问高霞是怎么回事。
高霞哭诉说是王明海追求不到她，想伺机破坏，还把王明海纠缠她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讲了。他也坦诚了自己曾经的恋爱经历，但强调自己当年替父还债的钱都是他像陀螺一样一天打3、4份工挣的，他从来就没有像村里人猜测的那样去卖身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也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毕小贵的事，还当场拿出手机让毕小贵打电话给胡小蝶等同学和朋友求证。一场风波终于平息，经两人协商，双方家长商定10月就为二人举行婚礼。但让高霞郁闷的是，老家关于他当二奶当情人的传闻却越发的多起来。9月5号，高霞与朋友聚会，提起与毕小贵的感情，他变得忧心忡忡。结婚的时候，万一未婚夫发现她不是处女，会不会不想娶她？万丽丽问他，难道你们就没亲热过吗？高霞摇头说，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我感觉他很看重这个。听了这话，万丽丽也不禁叹气地说，这事儿确实很麻烦，但谁让你们认识晚了几年呢？毕小贵应该会理解的。可万一毕小贵不能理解怎么办呢？因为太在乎这段感情，高霞急得都快哭了。见高霞焦急不堪，万丽丽叹了一口气说，只有一个办法，做处女膜修复手术。洞房夜，当毕小贵知道你是处女时，一切的真相都不辩自明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的高霞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是还是有些犹豫，说，那手术安全吗？万丽丽告诉他，自己有几个朋友做了这个手术，没有什么风险，都是小手术，而且事后老公也没发现。高霞心花怒放，如果所有过去都能随这个小手术消失无踪，那她的幸福就永远抓在手里了。因为大医院几乎不做这种手术，2010年9月7号，高霞前往万丽丽的朋友介绍了一家民营医院咨询。接诊的医生信誓旦旦地向承诺说，这种手术我们医院1年要做几百例，不会有任何风险。听了医生的说法，高霞放心了。9月10号，高霞在好友万丽丽的陪同下，交纳了1200块钱手术费后，于上午10点被推进了手术室。1个小时以后，万丽丽左等右等不见好友出来，却见手术室内外医生护士神情紧张，穿梭不停，心里不安的感觉陡然上升。直到12点左右，高霞嘴上罩着氧气罩，双眼紧闭，不省人事的被医生急急忙忙推着往外走。他怎么了？手术结束没有？万丽丽追着小护士急忙问。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崩溃，对不起，手术出现意外，你朋友正送往省立医院抢救。万丽丽脑子轰的一响，过了几秒钟，稳定心神后赶紧往省医院赶。当他好不容易赶到省医院后，又被挡在急救室外面，问了很多人，回答只有一句话，正在抢救，请等待。至此，万丽丽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她一面打电话通知了胡小蝶，一面从高霞进手术室前交给她保管的包里面找出手机，翻出上面父亲的电话，赶紧打了过去。大惊之下，远在河南的二老连忙奔往火车站，直到9月11号凌晨才到了合肥。当胡小蝶去火车站将他们接到医院时，高霞还躺在抢救室里。万丽丽一看见他们，就哭哭啼啼地向二老述说了高霞做手术的缘由。高宝林夫妇听后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张兰芝半天才弄明白这是什么性质的手术。在抢救室外面，老人哭得昏天黑地，嘴里反复地说，闺女啊，你好傻呀，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啊？在焦急等待中，到了9月11号上午8点左右，安徽省人民医院正式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表明患者因转院前接受了超剂量静脉注射的麻醉药，导致大脑多处神经受损，长时间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样的结局，高宝林夫妇和万丽丽、胡小蝶等一帮好友都不敢相信和接受。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风险的小手术，却因医院主刀医生为了多开90元的治疗费用，将局部麻醉改为全身麻醉，通过静脉注射给高霞注入了过量的麻醉药，导致高霞含冤而死。对此，高宝林夫妇非常愤怒，他们找到院方想讨个说法，但医院却表示这只是个小事故，他们只能赔偿2万元钱。随后，在胡小蝶等人的帮助下，高宝林夫妇向上级卫生部门提出了申诉，并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几天后，经安徽省医学协会组织专家鉴定，此事故系1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负全部责任。最后，经多部门协调，医院最终同意赔偿高宝林夫妇45万元。然而，再多的金钱又怎能弥补他们的丧女之痛啊？一闭上眼，他们的眼里就浮现出了高霞乖巧的模样。春节，高霞回家过年时，看到侄儿和父母睡那张老床太挤了，就花了6000元给他们买了张大床，可他自己却连100-200元的棉鞋都舍不得买。弟弟高南也永远不会忘记姐姐对自己的好。前2年他结婚没钱，求助姐姐，姐姐二话不说就汇了1万元过去。他现在才知道，那钱是当时姐姐问万丽丽借的，后来姐姐用了3个月才给还上。为了她的幸福，姐姐倾尽所有，而如今姐姐却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冤死在了手术台上，怎能不让人心疼和悲愤？1周后，远在郑州的毕小贵才得知这个消息。当他赶到河南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种兴奋。他眼含热泪，摸着坟头念叨着：“小霞，你难道不知道，我根本不在乎你的过去？”同样悲痛和自责的还有万丽丽和胡小蝶，他们自责当初怎么没有鼓励高霞放下包袱，坦坦荡荡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